2024年中国第4代核电将迎来爆发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，在第4代核电上，中国说第2，其他国家就不敢说第1。这可不是瞎吹啊，而是我们有底气这么说。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商业运营的高温气冷堆在中国石岛湾，世界上唯一一座土基熔岩实验堆在中国甘肃武威，世界上最先进的钠冷块堆在中国霞浦。在第4代核电上，中国有3个处于世界领先。要知道，国际上公认的第4代核电站只有6种，中国一家就独占了3种。至于另外3种，很抱歉，不是中国没有领先，而是技术难度太大，全球都没有现成案例。我说一句，中国第4代核电站遥遥领先，应该没有人反对吧？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中国第4代核电技术正在集中爆发。2023年，石岛湾高温气冷堆和武威土基熔岩堆实现了历史性突破，一个是正式商业运行，一个是正式实验运行，而钠冷块堆第2期已经在建设当中了，预计未来1-2年内就会完成。也就是说，2024年将是中国第4代核电站大爆发的一年。但是你敢相信吗？中国第4代核电站竟然还是美国一手促成的！你没听错啊，就是美国助攻的。2000年时，美国能源部组织了一场核能盛会，并且邀请了英法日韩等8大核电大国参与。当时背景是欧美国家的核电站经常发生核事故，损失惨重，他们就将希望寄托在更先进、更安全的第4代核电站上，因此特地组织了这场会议，集合全球科学家的智慧，研究下一代核电站到底应该怎么发展。最后，他们决定共同成立一个国际组织，由它来决定未来核能的技术路线。这个组织就是日后改变全球核能格局的第4代核能国际论坛。国际上公认的6种核电技术路线就是他们探讨出来的。对于欧美国家来说这是一次核能自救策略，但也是一次产业和话语权的提前布局之争。比如6大技术路线中，高温气冷堆，美国克林顿实验室在1947年提出来的概念；熔岩堆是1946年美国空军率先研究的项目；钠冷块堆是1949年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设计建造的。其他的反应堆也差不多。欧美在核电技术上领先，在决定未来核能技术路线的时候，其他国家必须跟着发展这些技术，才能融入国际社会。如果按照以往的技术迭代规律，欧美国家占据先发优势，很可能将继续垄断下一代核电技术。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有一个国家却能完成直道超车，做到了欧美都做不到的事情。这个国家就是中国。中国是在2006年才加入第4代核能组织，参与制定路线的话语权有限，第4代核能的起步更是落后美国数十年。如果把第4代核能比作一场闯关游戏，那么中国开局就被欧美甩在了身后。但是中国却完成了最伟大的逆袭。2012年福岛核事故后，其他国家不是停止了核电站建设，就是因为难度太大，放缓了第4代核电站的研究，导致第4代核电站技术一直无法突破。只有中国是最先定的，我们定下了热堆、快堆和聚变的核电3步走战略，因此一直在进行技术攻关。2006年，石岛湾高温气冷堆被列为国家中长期规划，2012年就正式开始建设。2011年，中国启动土基熔岩堆专项研究，2018年，中国也开始建设实验堆。如今，这2个第4代核电站都已经实现运行。至于中国钠冷块堆则更早，1992年国务院就批准立项了，2000年正式开建，2011年实现了并网发电。但是由于它属于核电3步的第2步快堆，需要攻坚的难点更多，因此还在持续突破中。纵观第4代核电站，中国不只是由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，更是有着一套非常长远的规划，持续不断的突破。所以当中国在第4代核能上取得突破的时候，全球科学家都很兴奋，他们甚至公开向中国表示愿意飞到中国参与科研活动。如果说第4代核电站是核能的希望，那么中国就是全世界的希望。